各位同学，大家好。那我是美国科技大学食品营养系胡春雨副教授。那我们一样是在我们的第4个主题——微生物的生长跟控制。里面我们今天要提到微生物的生长因子，细胞的氧化作用，就是跟细胞跟氧气相关的。OK。好，那我们为什么要讲到细胞的这个氧化作用？最主要就是我们都认为氧气是很好的。大家说我没有氧气的话，我就没有办法活下去，对不对？但是在利用氧气的过程里面，事实上是会产生很多的有毒的东西。那微生物里面有一种叫做厌氧菌，它是没有办法接触氧气的。那绝对厌氧菌，那比如说在我们肠道里面的这一些胃幽门螺旋杆菌，它是非常怕氧气的。那甚至有某些的加工衍生相关的这个细菌，它也是很怕氧气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地方独立一个很重要的单元，那什么叫做细胞的氧化作用？那它的定义就是细胞它在利用氧气的过程里面会产生一些对于自己有伤害的物质。哪些东西呢？像第一个叫做超氧化物阴离子，这个 O2 负，那它本身是一个阴离子。那我们知道氧气它的最稳定的价数是负2价，对不对？那你看这边是怎么样 ？O2， 然后一个负1价，你负1价，然后再除以2，变成0.5价。那负2价是稳定。那你问两个氧就是没有嘛，对不对？那通常像 H2O， 那是负2价稳定。那你现在变成负0.5价，它本身一定是非常不稳定，所以它攻击性很强。那第二个话叫做 hydroxyl radicals， 就是氢氧自由基。氢氧自由基。那有自由基的一个小点点的这些 lone electron， 孤立电子，它本身就是很容易去跟别人作用。但是，一般书本上有提到说通常在氧化过程里面，这个 OH 自由基伤害性比较没有那么大，它比较算是一个中间产物。但是只要有自由基，都要非常小心。那第三个是所谓的H2O2， 就是 hydrogen peroxide， 这个叫氢过氧化物。过氧化物。那因为过氧化物它的氧气是负1价，所以本身也是非常的不稳定。那我们小时候是不是受伤的时候呢？爸爸妈妈帮你擦药的时候，第一道一定是什么？双氧水，对不对？双氧水擦下去之后，好痛啊！救命啊！那些泡泡，妈妈就说：“那是细菌的尸体。”事实上不是啦。就我们在实验室里面，我们也有做实验，对不对？就是一些好氧菌，它可以借由双氧水，然后产生这些气体，那就代表它本身有这方面的这个酵素，我们待会会讲到这个酵素的作用。所以记得这3个东西都是不好的东西，都是你在利用氧气的过程里面，或者是菌体、细菌在利用氧气的过程里面会产生的3个有害物质。好，那我们来看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当然，细胞它会有一个机制去解决这个问题。OK， 你在利用氧气的过程里面，氧气很容易跟一个电子作用，之后就产生了所谓的超氧化物阴离子，这是非常容易的。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我看到下一个图，超氧化物阴离子呢，它会有一个酵素叫做超氧歧化酶 SOD，Superoxide Dismutase， 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血液里面有很多这一些酵素的活性，但是如果它不够的话，你就必须要从很多的食物里面去摄取。所以记得不要让自己处于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氧化的状态。好 ，OK。那 SOD 它会将这个超氧化物阴离子在2个超氧化物阴离子加2个氢之后呢，就会产生一个氧气跟接下来这个过氧化氢。你解决了一个敌人，那就产生另外一个敌人。没有关系，我们看第2个武器。第一个武器叫做什么 ？SOD， 对不对？超氧歧化酶。第2个武器叫做什么？我们看一下，它就叫做catalase， 催化酶 catalase。所以我们的血液里面有这2个武器去解决氧产生的这一些过氧化物，或者是这些不好的让你受伤、让你伤害的这些物质的2个武
仪器，一个叫做超氧气化酶 SOD， 那一个叫做 catalyst 这个叫做触媒。那之后就可以将 H2O2 就是过氧化物转变成氧跟什么跟水分。那一般啊，我们刚刚讲是微生物，但是如果是人类的话，这是我们顺带提到，人类跟哺乳动物它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那人类也有什么？也有 SOD 跟催化酶，就 catalyst 催化酶。但人类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系统叫 GSH， 它是一个短生态，麸光甘肽 glutathione， 这在我们血液里面也很多。那很多的食物，健康的食物里面也含有很多这些短生态，它是由3个氨基酸构成的。我们待会就来讨论这个问题。那第3个当然就是所谓的抗氧化的这些营养成分，抗氧化物，食物里面的抗氧化物。那多吃当然对你有很多的这个帮助。好，我们来看什么叫做 GSH 系统，就是所谓的麸光甘肽。麸光甘肽 glutathione 它是由3个氨基酸构成的，它是伽马 glutamate 这个麸氨酸。然后第2个是什么？是半胱氨酸 cysteine， 第3个是甘氨酸 glycine。那这时候组成的这一个短生态，它本身的这个 CYS 这个半胱氨酸会生出一支活性很强的 OH 基。那为什么叫伽马呢？最主要是麸光甘肽，它是生出侧基去跟半胱氨酸结合，并不是生出它的氨基或者是羧基。我知道生态链不是一边氨基一边羧基嘛，那就氨基跟羧基跟它结合。可是它不是它是生出角，它是生出角去跟它结合，就是它的侧基，所以它叫伽马峰。OK， 好，那我们这边看到，就是我们要怎么解决过氧化物呢？这边是专门针对于过氧化物，我们需要2个麸光甘肽，2个麸光甘肽去跟1个过氧化氢结合。然后在一个酵素叫做麸光甘肽的过氧化酶 glutathione peroxidase 的作用之下呢，那就会形成 GS、SG， 它事实上就是 GS、SG 2个结合在一起，因为它生出的 OH 基呢，被它抢走了，它解决了 H2O2 的问题，之后产生了2个水，那变成这个 GSSG 就没有活性了。怎么办呢？我们必须要透过另外一个叫做麸光甘肽的还原酶，再将这个没有活性的这个麸光甘肽转变成有活性的 GSH。可是这时候呢，我们需要很多的 NADPH 加 H 正的这些提供2个氢加2个电子的这些carrier， 这 carrier 算是一个携带者。我们体内有非常多。那 NADPH 加 H 正跟 NADH 加 H 正这是不一样的东西。那 NADPH 加 H 正它本身是在进行所谓的生合成的反应，像胆固醇的生合成、脂类的生合成，你就必须要很多的这个 NADPH 加 H 正去参与，去提供2个氢加2个电子，将它可以还原成原本的这个 GSH form， 它才有活性。不然你停留在 GSSG 是没有活性的。那NADPH 加 H 正在我们的体内最主要的来源是来自于糖类作用里面的5碳糖磷酸作用，叫做 PPP pentose phosphate pathway。因为我们这个课程不是在上生化，所以我们在生化的地方就是点到为止。那这个部分可能会比较难一点，那各位同学回去你可以多把这些路径 pathway cycle 多画几次，你就会了解原来这个短生态的作用是这个样子。不知道了解了吗？OK， 你可能要看很多遍，这个地方不容易理解。好，我们人类要怎么解决这个氧化的问题？刚刚讲麸光甘肽，这个微生物没有，应该是说原微生物也没有，真核生物不知道，那你要看这个 depends。那如果不是麸光甘肽，我们从很多的食物里面就可以得到这些抗氧化的物质。那第一个叫做 alpha tocopherol， 就是所谓的生育醇。那生育醇是跟什么东西有关呢？我们来连看看，它是跟什么东西啊？我们维生素 E 是有关的，连看。
好，那第二个叫 ascorbic acid， 叫抗坏血酸，它是什么东西的学名呢？维生素 C。好 ，OK。那第三个叫 carotene，carotene 叫做类胡萝卜素。那类胡萝卜素是跟什么东西有关呢？可以想一下，跟什么有关？维生素 A， 它是跟维生素 A 有关。好，那 isoflavone 这个叫做异黄酮，异黄酮是跟什么东西有关呢？最主要是来自于哪边？大豆。那最后一个 lycopene 是一个植物色素，非常有名的。它跟什么东西有关？那当然是最后一个，跟什么东西啊？巧克力头有关，它就叫做茄红素，或者叫做番茄红素。不知道你答对了没有？那我们待会会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在这边，老师请你回去去参考，去看一下营养学相关的这些文献，那你就会对营养学、微生物会有更大的这个了解。好，那哪一些人容易产生自由基，或者是这一些有伤害的物质？我看一下，你这第一个，你的体内代谢就会产生很多的这个自由基，但是如果你有接下来这些习惯，你就要多补充一些抗氧化的物质，多去吃食物里面有麩光甘肽，或者是维生素 C、维生素 E 或者茄红素、大豆异黄酮等等的这些抗氧化的物质。如果你喜欢运动，所以运动就算了。中午12点去跑操场5000公尺，这个叫 vigorous exercise， 叫剧烈运动，就会产生很多的自由基。那你如果很容易紧张、焦虑，老师等一下要考试好紧张啊，吓死人了！考卷发下去，脑筋一片空白。昨天明明练了一整个晚上。如果你是这种人，你就很容易产生这些自由基跟这些氧化的物质，你就要多补充。然后还有过度的劳累，不要劳累，要多休息，小朋友不要玩 game， 我知道你们喜欢打那个电脑的 game， overnight， 这都是不好的习惯。你如果这个习惯，第一个不要常常，第二个记得要多补充这些抗氧化的物质。那在台湾我们就会吃这个 Chinese chewing gum， 就是所谓的 beta nut， 我们的槟榔。你如果吃这个的习惯，它也会产生很多的自由基。那还有一个就是抽烟，都会产生自由基。如果你有这些不好的习惯的话，那请你要多补充一些抗氧化的物质。OK。那刚刚讲的是内生性的，就是我们体内会产生的。我们现在讲的是外生性的，外来的环境使得你会产生很多自由基。那第一个是什么东西呢？食物在烹调过程里面，你如果喜欢用烧烤的，喜欢油炸的，非常激烈的，烤肉也会产生很多的自由基。如果你常吃这些东西的话，记得要多补充一些抗氧化的物质。好，那我们看左边这一个环境的污染，那现在环境很多，没办法，工厂很多，那你就记得有这些环境的污染，那要多补充一些抗氧化的物质。那像重金属的污染啊，那像一些毒药啦，一些农药啊，像 DDT 啊等等的，那还有一些像环境荷尔蒙，那这些东西都会让你产生非常多的自由基，或者会有很多的这些氧化的物质。那这时候呢，你就要多补充抗氧化的东西的物质，因为这些氧化的物质再继续下去，让你很容易变老或 aged。之后，它也很容易让细胞产生癌化跟病变，就是它算是一种 carcinogen， 所以这个地方千万要小心。那我们今天有一个回家作业，就是老师想要请问一下，这个类胡萝卜素carotene 跟 vitamin A 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那在结束之前，老师必须要请你们回去再好好，因为我们这个单元有讲到一些 biochemistry 比较困难，所以回家要 study。Go then。